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英雄杂谈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一种非常奇特的植物。如果说我告诉你，在地球上最干旱的沙漠里，有一种植物能够活2000年，而且一辈子只长2片叶子，你相信吗？这2片叶子呢，从它一出生开始就一直在长，从来不脱落，能长到好几米长。更神奇的是科学家说它有可能是世上最孤独的植物。我第一次看到千岁兰照片的时候呢，还以为是什么外星生物呢。今天就想带大家来认识这个沙漠中的活化石。这种植物叫千岁兰，学名叫这个，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有多特别。它的发音在拉丁语里面是奇迹的意思。它只生活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的一小片区域，那里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存的地方之一。先说说千岁兰生活的环境有多恶劣吧。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，已经存在了大概有5500万年了，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得多。这里的年降雨量不到25毫米，什么概念呢？北京一年的降雨量是600多毫米，也就是说千岁兰一年接收到的雨水还不到北京的1/25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见了。而且这里的温差特别的极端，白天的时候地表温度能够达到50度，晚上呢又能够降到0度，一天之内的温差能够有50度啊！这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再加上常年的狂风和沙暴，整个环境简直就像是地狱一样。但千岁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活就是几千年。千岁兰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生长方式了，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植物的认知。一般的植物都是不断的长新叶子，老叶子死掉脱落，春天发芽，秋天落叶，连年如此。但是千岁兰则完全不是这样，它一生只长2片叶子，而这2片叶子呢，是从它还是小苗的时候就开始一直长，从来不停止。更神奇的是这2片叶子从来不脱落，它们会一直伴随着千岁兰度过整个生命。有些千岁兰活了1500年，它的叶子也会跟着它生长1500年。想想看，这得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！那千岁兰它又是如何在那些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呢？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生存秘籍。先说获取水分的问题吧，在一年只有25毫米降雨的地方，千岁兰必须要想尽办法获得每一滴可能的水分。千岁兰的叶子呢，有特殊的微观结构，能够收集空气中的雾气和露水。纳米布沙漠虽然很少下雨，但是因为靠近大西洋，经常有雾气。而千岁兰的叶子呢，就像是2个巨大的集水器，能够把雾气凝结成水珠，然后滴到根部。除了收集雾气，千岁兰还有一个超级发达的根系，它的主根能够扎到地下3米深，在那里寻找地下水。同时它的侧根系统也特别的庞大，能够延伸到方圆几十米的范围。但凡有一点点雨水渗透到土壤里，立马就能够被千岁兰的根部吸收。而千岁兰的抗旱能力也简直是逆天，它的表面有厚厚的蜡质保护层，能够减少水分蒸发，而且它的叶子呢还能够调节开关。在特别干旱的时候叶子会卷曲起来，减少暴露在阳光下的面积。更神奇的是千岁兰能够在失水90%的情况下还能够存活。一般植物失水到30%就会死掉，但是千岁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，即使被炸得几乎干透，只要一有水分就能够立马恢复生机。千岁兰呢还有一套应对极端温差的机制，白天的时候它的叶子会通过特殊的反射结构减少对阳光的吸收，避免过热，而晚上的时候呢，叶子又能够保温，减少热量的散失。千岁兰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稀有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科学价值。从进化的角度上来说，千岁兰是一个活化石，它所在的维尔维茨亚科植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1.5亿年，当时恐龙还在地球上称霸，千岁兰的祖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到现在。而千岁兰也是维尔维茨亚科唯一幸存的成员，它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守护者，保存着远古植物的基因密码。科学家们对千岁兰的基因特别感兴趣，他们想知道千岁兰是如何做到如此长寿的，它的抗旱基因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这些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意义重大。好在现在有不少人在努力的保护千岁兰。纳米布沙漠的大部分区域现在都已被列为国家公园，千岁兰也受到了法律保护。
科学家们呢也在尝试着人工培育千岁兰，但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千岁兰对环境的要求特别的苛刻，离开了纳米布沙漠很难正常生长。即使在当地千岁兰的发芽率也是非常低的，种子需要特别的温度和特定的湿度条件才能够发芽。有些植物园呢，则尝试着引种千岁兰，但是大多数都失败了。只有少数几个植物园成功的培育出了千岁兰幼株，但是这些幼株的生长状况都不如野生的好。千岁兰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启发，它的雾水收集机制呢，也给工程师们带来了灵感。现在有人在研究仿生的雾水收集装置，可以为干旱地区收集空气中的水分，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。千岁兰的节水机制呢，也对农业有很大的启发。如果说能够把千岁兰的抗旱基因转移到农作物上，就会大大减少农业用水，这对于缺水地区来说意义重大。千岁兰用它2000年的生命证明了，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些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，而是那些能够在绝境中开花结果的植物。千岁兰虽然一生只长2片叶子，但是这2片叶子见证了地球的沧桑变化，记录了生命进化的奇迹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有意思的话呢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一下。这里是英雄杂谈，我是甜甜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